可爱！我是黑红。对于现在想要购入 iPad 画图的小可爱呢，我有话要说。实际上呢，在我购入 iPad 之前呢，其实我已经做了很多的功课。在真正购入 iPad 来画图之后呢，我也有一些新的体验跟发现哦。因为我发现有很多的小可爱其实想要购入 iPad 的原因，不外乎是因为它原本是手绘，之后想要转电绘，想要买一个方便的工具，所以就会考虑想要买 iPad。又或是有些小可爱们呢，在家里其实已经有电绘板、电绘萤幕可以使用了，只是说他出去的时候希望可以随时神来一笔，又或是可以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躺在沙发上画图，而考虑使用 iPad 的。这时候呢，在看到一些广告或其他人使用的一个场景的状态之下呢，可能开始脑海中就会开始出现了使用 iPad 的场景，而开始想象使用 iPad 的美好。但是呢，当你真正购入 iPad 之后呢，才发现说，哦，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角需要去注意。所以今天黑红就要来和你分享5个入手 iPad 一定要避免的大坑，让你减少冲动欲上升，才不会你一开始想象的使用场景，在最后你购入 iPad 之后呢，发现跟你想象的不一样，而导致让你把这个 iPad 呢用低价出售，又或是放在那边生灰尘。在影片开始之前，黑猴要在这边和你说一下我有制作迷你电子书以及一堂免费课程，就是希望可以帮助想要学习电绘的你快快提升画技，所以赶紧到底下描述栏里面去点击链接免费领取哦。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幻想购入 iPad 之后呢，可以让你把图画好。其实这是非常多人都会犯的一个错误哦。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来说，如果我们在购入一个产品跟服务之前呢，我们一定都会对于这个产品跟服务产生一定程度的一个期待。我们甚至可以说呢，对这个产品跟服务产生一定程度的一个幻想。当你看着别人用 iPad 可以画出非常好看的图的时候呢，你心里一定会想，要是我有了 iPad， 我应该可以画得跟他一样好，对吧？但这样的想法呢，时常都是错误的。因为画图这件事情呢，能够让你把图画好的关键，往往是技能的问题。你去思考一下，在过去米开朗基罗以及达文西那个时代，他们画图的工具真的是少得可怜，颜料甚至可以说是10根手指头都数得出来之内的一些颜料，来让他们做一些调配。他们就只能用那样子的工具去画出惊为天人的作品。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当然就是因为他们的技能啊。所以现在给了你一个非常好的工具，但是你没有相对有用的技能，你当然就没有办法去驾驭这样子好的一个工具来画出好看的图。所以如果说你在画图的技能上已经达到一定程度的能力的话呢，你在购入 iPad 这件事情，可能你在遇到这个坑的机会就会比较少一点。但是如果你现阶段在画图的技能上还需要有所加强的话，建议你在购入iPad 之前呢，可以好好的计划一下你要怎么样去提升你自己的画图技能，来帮助你可以好好的运用 iPad 画出好看的图，让 iPad 可以大大的发挥你的绘画技能，这样才能确保你在购入 iPad 之后呢，不会放在那边生灰尘。但如果说你在学习绘图上面呢，也有一些疑问，甚至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呢，也欢迎到底下描述栏里面去领取免费的电子书跟课程，来帮助你，让你可以思考一下你该怎么样做，才能够慢慢的让你自己的画技慢慢的提升，画出好看的作品。第二个就是除了你用 iPad 来画图以外呢，你还有其他的使用需求。早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想象说啊，如果我多买一个扩充座跟一个键盘的话，我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 iPad 当做一个小笔电去做使用了呢？但是事实上，这真的是一个天大的幻想。你去想象一下，为什么现在的桌垫跟笔电呢，还是比 iPad 来的大？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呢，你的这个工具的大小其实也是决定了你的效能的高低。所以说 iPad 它作为一个轻便型的产品呢，你可以带着它到处去工作，到处去游玩，到处去画图啊、文书处理或是剪辑都是可以的。但问题就是出在它主打于轻便，它的功能上来说，其实也是跟它方便携带的概念是一样的。它的这些功能基本上都是属于比较轻便的一些功能。如果说你在剪辑上啊、文书处理或者是说画图上面，你有更深的需求，或者是说你希望有更好的一些效能的话呢，那很抱歉呢，它可能就没有办法满足。怎么说呢？比如说，如果你今天要剪一个比较复杂的影片，或者是做比较复杂的一个3D 的物件，你用 iPad 做，很可能就会遇上一些像是卡顿或者是一些功能不支援的问题。这些东西可能你在笔电跟桌垫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发生。所以说，如果说你想要做一些比较专业、比较深入的一些软体的使用、操作跟功能，或是比较高阶的一些东西的话呢，建议还是要购买笔电跟桌垫去做使用，会是比较好的。如果说使用 iPad 的话呢，可能就没有办法满足
足你这些需求了。第三个就是 iPad 的周边配备真的是太多了。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 iPad 呢，在你购入之后呢，基本上你会有非常多的配备需要先购买。比如说像是第一个就是 Apple Pencil，Apple Pencil 是一定要购买他们原厂的。为什么？你千万不要去买一些副厂或者是平体，因为 Apple Pencil 它的一个感压专利就是在这个 iPad 上面所画图的这个感压专利是 Apple 它独有的。所以说，如果你去购买一些像是平体或者是副厂的 Apple Pencil 的话，基本上你在画图可能就没有办法有感压。但是对于我们这种画图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感压这个东西会决定我们画图的许多的那种粗细啊、线条的这种细腻度啊，这个可能跟一般的写字又不太一样。有些写字它可以用一些就是不会有感压的笔去写字，也可以写得很好看。但是画图来说的话，基本上如果你的线条全部都是一致性，都是一样的大小、一样的平的话，其实画出来的图很难好看的。所以说基本上呢，你如果说你要画图的话，你一定要购买 Apple Pencil 原厂的笔不一定要全新，你可以买二手的，也许比较便宜一些，但是千万不要用平体跟副厂，因为这样子的笔基本上是绝对不可能让你画出有感压的一个效果的。那除了 Apple Pencil 以外，还有什么样的周边是我们需要再购入的呢？你会不会在画图的时候一边画图一边听音乐？这真的是一种享受，所以这时候呢，你很可能就会去买一个蓝牙耳机，对吧？但是你买了蓝牙耳机之后呢，你还会做什么事情？你就会再买一个保护套，因为你会不希望你的蓝牙耳机受伤撞到有刮痕，这时候你就又要再去买一个保护套来保护它。除此之外呢，你出去有没有可能会遇到一些状况是，你需要回讯息，或者是写文章啊，写一些小说剧本啊，或者是你在画一些漫画故事的时候有一些 idea， 你可能就需要用字的方式去把它打出来。那这时候如果说你对着这个荧幕上面打的话，感觉好像有一点不太舒适，这时候很可能你就又想要去购买一个非常方便携带的蓝牙键盘，来让你外出的时候在打键盘的时候可以有一点感觉，不会就是觉得好像一直在摸这个荧幕，有时候也不是很好打的感觉。所以呢，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购入 iPad 之后呢，很可能会因为自己的使用需求而需要再增加购入的。那当然最基本的就是还有这个 iPad 的一个保护壳，这保护壳还需要让你可以放 Apple Pencil。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荧幕的保护膜，这个保护膜的部分就是也是要再添加的。所以说其实 iPad 的周边配备真的是太多了，各式各样，就是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这种各式相关商品真的是超级多。我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在购入 iPad 之前，其实我也是看了非常多的这些周边商品，真的有被吸引到，然后就开始会对于使用 iPad 有一些幻想跟使用场景的一些想象，而导致我开始越来越想买 iPad 了。所以说这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困扰，就是 iPad 的周边配备实在是太可爱了，或者是太多了。除了这些工具以外，其实它还有很多，像什么扩充座啦，又或者是说像是笔尖也可以再去换啊，等等这些东西啊，这个我就不一一介绍了。但是简单来讲呢，我想要说的就是 iPad 的周边真的是太多了，所以如果你有考虑要购入 iPad 之前呢，可能也要算一下你的荷包够不够这个钱，让你去购买 iPad 以外，还可以购买这一些周边商品以及配备。第四个就是很可能你在购入 iPad 之后呢，你可能还是会不习惯用 iPad 画图。这个呢，其实真的也是有一些人可能会遇到的大坑。像我自己呢，本身画图就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我在画这个电绘的时候，如果说我觉得这个笔刷的感压让我觉得不太顺手的话，我可能就会觉得失去了这种想要画图的感受了。所以说呢，我在购入 iPad 之前呢，我自己也跑去 Apple Store 去测试一下那个画图的感受。那我朋友他本身也是有用 iPad 画图，所以我有跟他就是借来画个2笔，感受一下那个画出线条的感觉，我觉得都很顺手啊。所以呢，我才购入了 iPad 嘛。但是呢，我还是不习惯，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呢，在我购入 iPad 之后呢，我所使用的这个软体的一些功能啊、工具啊，跟我在使用这个桌垫、笔垫所使用软体的这些工具的位置跟地方可能都不太一样，所以导致我必须重新再去了解 iPad 所使用的这个软体，它的功能在哪里，我才有办法知道说，我要画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必须要从哪里找出这些工具。那这个过程就会导致说，原本使用桌垫跟笔垫的时候很顺畅的画图，但是在使用 iPad 的时候就会有一点卡卡的，因为你还要去找一些工具。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笔刷。一开始我在使用这些 Apple Store 的 iPad 画图，或是我朋友的 iPad 画图的时候，我都觉得很顺手，没有错。但是在我
自己购入 iPad 之后呢，我发现我使用的软体不同，它的笔刷的一个参数或者是笔刷的一些设定，其实也会大致上都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呢，像是我这么敏锐或者是这么敏感的人，在画图的时候，我就必须去了解说我要怎么样去设定那个参数，来让这个笔刷画出让我觉得很顺畅的线条。那这时候我是不是就需要花一些时间去适应、去测试、去学习这个软体等等的状况？所以这时候呢，对于一些人来说，可能就会觉得说，这个过程就会让你觉得不太顺手啊，不太适应用 iPad 画图。所以一般来说的话呢，我可能会建议有2种状况啊。第一个，如果说你自己本身是手绘的人，你想要就是从零开始学习电绘，那你一开始直接去碰 iPad， 你可能会觉得会比较顺畅。为什么？因为 iPad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就是让你在画图的时候也可以很顺畅的下笔，没有错。那如果说你自己本身已经有碰过其他的东西的话，你可能就会有一些既定的感受跟印象，你再来碰 iPad， 你可能就需要一个适应期。但是如果说你是手绘，那你自己把自己的那种心态归零的话，你 iPad 从零开始，可能对你来说就比较不会有那么长的适应期。那对于已经有一些电绘画图经验的人来说的话呢，我会建议，如果说你身边有些朋友也是用 iPad 画图的话呢，你也许可以找他出来，然后请他喝杯咖啡，接着跟他借了他的 iPad， 试着用他的 iPad 直接画出完整的作品。因为你只有画出1张或2张完整的作品的过程，你才可以清楚知道说，第一个它的工具、它的界面你到底顺不顺畅；第二个它的笔刷设定，如果说也很顺畅的话，也许你在购买 iPad 之后，你还可以跟他就是要个笔刷来画图这样子。所以说基本上来说的话，我会建议有这2个方向来减少你在购买 iPad 的时候所遇到的这一个坑，才不会买前生产力，买后爱奇艺。第5个就是用 iPad 画图可能遇到的创作局限。如果你自己本身是手绘的人，你现在想要从零开始学习电绘，于是你去购买 iPad 来画图，可能不会有那么大的明显的感受。但是如果你自己本身都是用桌垫或者是笔电来做电绘的话呢，你会发现在桌垫跟笔电所用的软体，像是Illustrator 或者是 Photoshop 或者是 Clipper Studio 或者是 Site 等等的这一些软体，基本上都可以给你非常好的一些功能，甚至这些功能你已经用得非常的习惯了，都可以绘画出非常复杂、非常细腻，甚至非常专业的绘画。但是当你用了 iPad 来画图，可能你所使用的软体就会稍微比较简便一些哦。举个例子 ，Procreate 的话呢，这个软体虽然说相对的其他的这个绘画软体其实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功能非常的多，但其实它要和 Photoshop 来做比较的话呢， Photoshop 还是有比较完备的一些功能可以做使用。我举个例子，像我自己在用 Photoshop 画图的时候呢，我非常喜欢用剪裁折射片的这个效果，一个效果就可以对应下面所有的图层都一起套用。但是这个功能虽然在 Procreate 上面有，但是它只能影响下面的一个图层，而不能影响下面所有的图层，这样子就会让我觉得很麻烦。等于是如果我下面有很多的图层都想要用同样的效果，我就要一直不断的复制，那这样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麻烦的。而且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 Procreate 它所能够用的图层并不像我们在桌垫或者是笔电上一样，开启图层是可以无限开启的。在 iPad 上你用 Procreate 画图呢，基本上图层是有限制的，这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地方。等到他们购买了之后才发现说，原来我想要用这样的功能，我想要用无限的图层都是有限制的。当然如果说你想要了解更多关于 iPad 型号跟容量所对应能够容纳多少 Procreate 图层的一个相关资讯，可以看上面这支影片，这支影片里面有详细的说明，那在这边我就不多做解释。简单来讲呢，第5个大坑呢，就是如果你本身是想画一些简单的图，那么基本上你用 iPad 创作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如果你想要绘制一些比较复杂、比较细腻，甚至是比较专业的图的话呢，那可能 iPad 就会让你掉入创作局限的大坑了。OK， 在我们看完这5个入手 iPad 之前你必须要避免的坑之后呢，相信你一定会有一种感觉，觉得说，我只是要买个 iPad， 没想到还有那么多的美角需要去注意。那其实呢，iPad 的优点优势，相信你透过不管是广告还是一些资讯，其实你都已经知道了。只是说 iPad 在使用上其实还是有那么多的一些细节跟一点小缺陷会需要你去注意哦。那这些东西的话，可能你在一些资讯上，如果你没有亲自做使用，如果你没有特别去研究的话，或者是分享的人他并没有遇到这样的状况跟问题的话呢，那可能你就不会知道有可能会造成的一些不便。所以呢，希望今天这支影片呢，能够帮助你在购买 iPad 之前
可以有一个更加审慎的思考点跟评估点，才不会让你在购买 iPad 之后呢，发现说它的一些功能跟效果可能不如你的预期，最后不得不低价卖出，或者是放在那边生灰尘。OK， 那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支影片真的对你有一些帮助的话呢，也欢迎分享给身边需要的好朋友们。如果你觉得我的频道对你有一些帮助的话呢，也请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小铃铛，因为这样在我新片发布的时候呢，你才不会错过哦。最后，让我带给你的生活一点颜色，也希望你能带给他人生活你的颜色。